不上课就会上当。认知也有两个途径，教育和被教育。不被教育就会被教训。欢迎大家来到互动学堂，让我们一起学习，一起来成长。今天呢，我们谈一个大家非常感兴趣的问题，这也是一个话题哈，这话题比较大，比较宽泛，就是如何让我们所有有梦想的创业者能够过上财富自由的生活。谈起财富啊，我们先从历史来说起，看看整个财富的走向有什么样规律可循。有的时候呢，你不是错过了一个窗口，有的时候呢，你也不是错过了一次属于你的机会，有的时候是看不到事情发展的规律。有的人说我抓住了趋势，趋势就是某种规律的体现而已。所以我们先梳理一下，这个钱是怎么来的，在每一个阶段，哪些人会赚到钱。人类创富呢，其实分成3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农业时代，那我们大家回想一下啊，农业时代谁会赚到钱？对，看谁有土地，谁能够狩猎。所以农业时代啊，我们叫的是用脚走的时代。英格尔马特呢发明了蒸汽机，宣布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化的社会。那我们再回想一下哈，在工业化社会谁会挣到钱？对，看谁有工厂，谁有机器，谁能够生产产品，谁有劳动力，谁就赚钱。所以我们说工业时代是用手走路的时代。那么今天是什么时代啊？对，今天是网络经济、知识经济时代。那到了今天这个时代，是用什么来赚钱呢？是用脖子以上的部分，用脑来走的时代。我也预测呀，会有第4个时代的来临，从用脚、用手、用脑走路。我预测第4个时代是用心走路的时代。讲这里时，我想了一个小故事啊。有一次我在新加坡演讲，同台演讲呢还有个张老师，我们演讲的主题呢是谈营销，就是你做买卖做生意啊，你要懂得这个营销策划，比如说要把产品卖得好，把一个服务推广得很好，一个项目让这个市场来接受，所以你要做一个策划。这个策划当中呢，点子很重要。那恰恰呢，我以前在电视台主持一个节目叫《金点子》，所以这个主办方就请我作为主讲嘉宾，看看艾默老师有哪些金点子，可以点石成金，让我们传统生意老板能够发财。那这位张老师呢，在我前面讲，他就讲一个案例啊。他在新加坡呢有一个超市是连锁的，他就进了一批香蕉，结果这批香蕉呢因保存不当啊，这香蕉呢开始出现斑点。如果这样下去，过不了1周，这个香蕉就不能卖了。其实就个人偏好来讲，我比较喜欢吃熟透的香蕉，但是你都知道，大多数人呢，他喜欢买那个青的香蕉，不是熟透的。甚至有些人呢，这个取向就是如果出现斑点，他不吃，因为有问题。所以这个超市呢就非常急呀，哇，这么一大批香蕉，这货就损失了。于是又找了很多策划人，就是张老师被选中了。他策划方案很简单，他要追溯这个香蕉的来源地啊，这是巴拿马某地区的香蕉。于是查了很多资料，然后做了一个营销策划啊，这个策划很醒目，就是说带有斑点的香蕉在巴拿马本地
被称为一种至宝，说只有香蕉到了这个时候最可口，营养最充分，最有价值。结果呢，这个整个的故事编造出来之后，然后呢，全国所有的超市都开始主推这个产品，不到3天呢就被卖光了。他讲完这个策划故事啊，这个全场啊掌声雷动，哇，高手点石成金。但是我上之后呢，我没有讲促销的案例。尽管在我过去3年当中，帮助很多企业卖产品、卖服务、卖项目，而且真正的案例呢，我个人不敢苟同。为什么？我觉得不能把一件事情停留在术的层面，要停留在道的层面。你真正的关心消费者，真心的去对待他们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要本着客观跟事实说话。如果今天更多的用技巧而缺乏了道，走不了太远。所以不要使用技巧过多的人，他太多了，总是想一些点子，想一些想法，就在道上没有个掌控。这个故事发生在很多年前呢，但我现在也看到很多策划者、很多商人运用某些技巧来赚钱，可能这时候你赚到了，但是钱你不一定维持很长久。所以我们今天跟各位探讨的话题，既从术的层面，更多从道的层面，让我们如何为未来做一个准备。如果今天只是用脚、用手、用脑而不用心，走不了多远。所以我预测第4个时代是用心走路，以真诚来对待真诚，以真诚来回答真诚，以真诚来换取真诚，这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。但这个时代有没有到来，我现在不敢说。所以预测人类创富的4个时代，会是一种人对财富、态度、认知和行为的进化。那有什么老师，我得进化啊？如果我不进化，就抛在了后面。对，你需要进化。下面来谈第3个阶段的进化，就在当下目前网络经济时代如何去赚钱。我们接下来回顾哈，那在人类的财富历史当中，其实人类的创富呢是有规律可循的。这是今天我们各位探讨一个重要的话题：如何获得财务自由，如何掌控这个规律，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。那在财富的历史当中，经过对权威杂志、福布斯杂志调查，发现人类的创富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征。1800年以前出生的富翁，其中呢31.3%是靠土地致富，另外的21.9%是靠船运致富。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农业时代的痕迹。但到了1800年至1850年，这个阶段出生的富翁却发生了一些改变。其中呢30.2%是靠采矿致富的，另外16%呢是靠铁路致富，还有7.5%呢是靠石油致富的。那到了1900年以后出生的富翁，就发生了本质的改变。经过调查发现呢，其中有25%是靠电脑致富的。大家知道啊，最早啊，这个计算机是英国人的发明，它起源于2战期间，最早呢用于窃取对方的情报。电脑呢却是美国的贡献。成熟的电脑最早是发明于70年代，这最早发明的目的呢也是用于军事，后来转为民用。
诞生了3大产业。第一个呢是以 IBM 公司为代表的硬件行业，第二是以微软公司为代表的软件行业，第三个是以谷歌公司为代表的互联网行业。我们都知道哈，这3个行业给全世界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，并且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。而且因为这个行业的诞生，造就了很多的百万富翁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。但今天我请问你问题：你有让行业赚到钱吗？大多数人没有。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件事情，一定要看跟自己的关联性。有很多人很有钱、很富裕，有很多企业很大、很好、很了不起，但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所以今天我们要找到世间万物一切发展，尤其是不可知的未来跟我们的关联性，这个最重要。那经过调查发现呢，另外一个诞生富翁的行业是通讯行业，占16.7%。从贝尔发明了电话机到爱迪生发明了电报机，宣布人社会进入了通讯时代。那大家回想一下，在通讯时代，这些通讯工具被发明之前，人们是靠什么传递信息呢？对，靠骑马、跑步，靠信鸽，靠点烽火台。而今天的通讯非常的发达，不管是远在天涯或者近在咫尺，即时的通讯工具把我们全球的每个人连在一起。尤其在2020年，现在整个信息的传递是非常重要的，非常快的。我一会儿再谈2020年有个重要的转变，如果你适应了这个转变，你能抓住至少3、5年之后的未来。如果你不适应这个转变，不管你以前累积多少财富，都将在2020年重新返回。这个其实先透露一下哈，你的思维要从下往上，技术也是从下往上，那么赚钱的方式也是一样，要往上走。那怎么往上走？我们在结束的大概10分钟之内给各位来揭秘如何获得财富自由，这个秘密对大家来讲非常重要。好了，那么第3个呢，让很多富翁能够美梦成真，就是一个金融的行业。这个行业有点心惊肉跳啊。在1990年以后出现的百万富翁，这个比例大概占18.6%。其实最早没有金融概念啊，最早就是物与物的交换呗。比如说你出海捕鱼，我下地种田，我用我捕的鱼呢换你种的菜。再后来呢，发明了可携带式的货币，出现了跨区域的交易。再后来才出现了金融，再后来出现了金融的衍生产品。大家回想一下啊，2008年的金融危机怎么发生？是因为金融衍生产品所引起的流动性短缺，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。你看一夜之间钱都没了，请问各位，那个钱消失了吗？没有，只不过发生了转移。所以金融是非常微妙的概念。那金融行业的诞生和发展，还有成熟，也诞生了很多的百万富翁、千万富翁，甚至亿万富翁。那我请问你，你有因为行业发财吗？没有。不管是电脑行业，还是通讯行业，还是金融行业，整个行业创总体财富非常大，也造就了很多的百万富翁，但却跟我们无缘。所以现在各位啊，现在我们静下心来思考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每一次财富浪潮的到来都跟我们无缘？我跟各位分享过，我们应当找到事情的相关性，要看到
机会的本质。什么是机会？目前正在发生的，但是具有将来价值的叫做机会。如果你看到了机会，它已经过了，对不起，那不叫机会，叫误会。所以机会有3个变量：第一，客观存在；第二，与我有关；第三，可以把握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析在过去别人得到了，我们失去了那些财富，它整个的规律是什么？为什么有的人赚到钱，有的没有赚到钱？其实每一个行的到来都催生了很多很多的富翁，包括目前进入2020年，很多由线下转到线上。还有一个在中国大陆比较火的一个现象，直播带货。你看一场直播可以达到几个亿的人民币的营业额。那说老师，我也不是网红，我也不是大咖，我也不是大 V， 我那没有流量，我怎么在这个时代赚钱？我们接下来再谈。我们先分析，如果你找到了财富转移和累积的规律，那么下一次财富转移的时候，你掌握了规律，那个创富的人可能就是你。我们来分析一下吧。每一次财富浪潮到来是由什么引起的？这个很重要哈。一个新的产品，一个新的技术，一种新的服务方式出现了，于是就产生了一个行业，甚至整个产业，然后带动了很多人进入这个行业，于是能赚钱了。这里面有个中型曲线哈，从里面看是这样的：一开始少部分人可能成本很大，但是呢机会很多，然后很多人跟进的时候就出现了大多数，最后呢慢慢变小。那今天任何一个新的产品、技术服务出现的时候，都会带动一批人。那首先呢要觉察力，能看到目前哪个行业具有趋势，哪个行业具有潜力，哪个行业有发展的空间。从这一角来分析就明白了，哦，一个新的产品、新的技术、新的服务诞生了，会产生财富浪潮。那打个比方，电脑行业就是这样的。电脑行业最终是以什么为标志？不电脑的硬件吗？硬件出现了，你看那时候在中关村呢，倒动电脑的这倒爷都赚到钱。电视机出现了，你看倒动电视的就赚到了钱。这跟产品相关的，有时候是卖一种新的服务、新的技术。那电脑就是这样的，一开始就是硬件的出现，然后呢跟电脑匹配的软件的出现，带动了整个电脑行业致富的浪潮。讲到这里，大家都知道一个小故事，耳熟能详，但你能否从故事当中得到启发？电脑行业当中创富的奇迹，我们首先想到比尔盖茨，对吧？这故事你都听说过。是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，他说他看到了遥远的未来，他预测到未来每一个家庭和办公室的桌子上都会有一台什么？对，电脑。他预测到了这个趋势，那跟他有什么相关性呢？唯有参与其中，跟你才有相关性。你看到了趋势，无动于衷不行；看到趋势，袖手旁观不行；看到趋势就在你的手里，你一动不动也不行。他就立即参与。既然电脑行业未来发展，每个人桌上有台电脑，如果将来这些电脑都装我的软件，那该多好！大学都不念了，创办了公司叫微软。各位你知道吗？他第一年的员工只有3个人而已，第2年也就有7个人。
到了第5年，他的员工只有128个人，而且他第一单的生意是由他的母亲当时在 IBM 公司做独立董事给他介绍的，他第一单生意是 IBM 公司给的。但后来故事你我都知道了，20年之后，他成为首富，而且持续了这么久。那当时我们也听到这个故事啊，我们的反应模式是什么呢？我们100%的相信了比尔盖茨说的话，未来每一个家庭办公室桌上都会有一台什么电脑。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买一台电脑。那在无数个人买电脑的过程当中，终于帮助比尔盖茨实现了他成为世界首富的梦想。各位，这就是我们干的事情。我们的专长是专门帮助别人实现梦想。回想一下这么多年我们到底在做了什么，从来没有想到我的梦想是什么，什么跟我有相关性，如何借助自己和外围的力量来帮助自己实现梦想。所以讲这里我们提出一个术语，反应模式。反应模式里边有你的认知，就你的判断嘛，有你的选择，就是取舍，有你的行动，你是做有用功还是无用功。再拿另外一个行业来讲，你比如通讯行业，通讯行业最早给我们带来那种创富神话的，大家能看见摸得着的，觉得跟你有相关性的，最早出现了一个产品，对，大哥大。你回想一下，那时候大哥大多少钱？在中国大陆啊，买个大哥大要1、2万，你要挑个号买个好号要3、5万。那时候我在中国大陆正在做生意，那个时候万元户都很少啊，万元户就相当于现在的百万富翁，甚至美金以上的百万富翁。那个时候谁能拿一个大哥大不得了，大老板、富翁、有钱人。而大哥大出现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模式是什么呢？对，我们一定要买一个大哥大，哪怕就是借点钱也能买个大哥大，哪怕没有那么多人联系也买个大哥大。我记得当时我买那个 BB 机啊，那大哥大之前那种通讯产品，因为那时候上班嘛，买了之后呢也没人呼我。那时候哇，谁的 BB 机响哇，这个人很厉害，有个 BB 机。我经常到一个地方别人看不到的地方，自己用单位里电话啊打个电话呼自己一下。哎呀，这响一下之后啊，神情气色都不一样，很骄傲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反应模式。所以当大哥大出现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模式是什么？我们一定要买个大哥大，花了那么多钱，而且那个时候通讯费非常昂贵啊。而在无数人买大哥大的过程当中，终于帮助电信运营商、手机代理商实现了他们成为百万富翁的梦想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干的事情。我们的专长是专门帮助别人实现梦想。再来看金融行业，荷兰呢诞生了全世界第一家银行，叫阿姆斯特丹银行。银行是经营钱的单位啊，它产品就是钱嘛，低价买入，高价卖出，这是银行的商业模式。那我们又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？你看我们的反应模式哈，我们一路小跑，把自己辛辛苦苦赚的血汗钱主动交给谁？对，交给银行，然后呢，获得那些都不能抵御通货膨胀的微薄的利息，然后银行把我们的血汗钱
带给有需要的组织、公司和个人获得中间的差价。所以各位啊，为什么每一次财富浪潮到来都跟我们无缘？检讨自己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反应模式。你的认知，每一次财富浪潮到来的时候，我说过，是有新的产品、新的服务、新的项目、新的技术诞生了，所以产生一个财富浪潮到来，有买卖行为产生中间的利润。那我们的反应模式是什么呢？我们只想到了买，还没有想到卖。那各位，请问你是买赚钱还是卖赚钱？那当然一定是卖赚钱了。你看老师，这么简单的事情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我怎么就没想到卖呢？这个不奇怪啊，因为以前呢，要想成为商人，卖一件东西有很多限制性的条件。比如说生产型企业，你要有土地啊，有工厂啊，有设备啊，有固定资产的投入啊，然后把产品才能生产出来，你才能卖吗？作为贸易型企业，你至少要租一家办公室，租个商铺吧，雇很多的人呢，还要拿到代理权呢，还跟对面那几家来竞争，代理型企业不容易啊。这些限制性的条件把我们普通创业者阻挡在了创业大门之外。想创业，条件不具备。有钱人不一样啊，有钱人是想低调，但实力不允许。我们是想创业，条件不具备，一想到创业就头痛，没有资本金的，没有投入，有很多限制条件。这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，还要承担风险。这人的本质是追求快乐，逃避痛苦的。一想到赚钱很快乐，想要干呢来创业了。但一想到赔钱或者看到别人赔钱很痛苦。所以这两个原因呢，追求快乐的前提条件不具备，逃避痛苦的成本不能承受。所以今天我们评估一件事情，你今天做一件事情，你就两个思考方式吗？干不干？怎么抉择？怎么决定？这事我干不干？第一，如果这件事情我去做了，最好的结果是什么？这个结果是不是我想要的？第二，最不好的结果是什么？这个结果是不是我能承受的？就评估这两个吗？如果评估之后就明白了。所以以前那种商业模式，你一评估这两个条件就限住了，但现在不一样。比如现在你所在的平台生意，组织营销或者叫社交电商任何方式都可以。第一，你创业前提条件你具备。第二，如果有风险，这个风险是能承受的。你就花一点钱买产品吧，这个产品又是刚需你有什么不能承受呢？反正要用产品嘛，反正要健康嘛。而且这个不叫你的投资跟投资没关系的，不叫你的投资，是你的消费。透过消费身份转变，由消费者变成经营者，这个条件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具备。第二，万一失败了呢？万一失败，你会像传统生意那样关店吗？不会的。你会继续给员工发工资吗？不会的。你会承担很多债务吗？不会的。除非你用传统生意法来做的生意。所以你思考一下
这个机会大不大，好不好，我们将来还要讲。所以目前来讲啊，跟你相关的路径是什么？系统创富。未来大概有多少呢？几乎40%左右都是靠系统来创富的。那这是1990年之后我们所得到一个调查。这个调查呢，源于电脑、通讯和金融。这调查不是我做的啊，是福斯尔做的。所以未来将近40%的创业者将靠系统创富。那要了解了，那就需要分析了，需要了解。先靠系统创富，这种系统创富方法跟我们以前干的事有什么区别？那么老师，我以前这样赚钱的，我以前这样赚钱的，跟我赚钱有什么区别？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哈，请看大屏幕，看投影啊。通常来讲啊，人们赚钱分成4种方式。第一，打工上班的 E 象限；第二，自己雇自己的 S 象限，自雇者；第三，做生意的 B 象限；第四，投资的 I 象限。这4个象限呢，是目前大多数人赚钱的方法。E 象限嘛，打工上班的 employee 在固定时间出现在固定地点，然后拿固定的薪水。各位容不容易啊？不容易。工字是不出头的，出头就入土。我个人在这象限待了整整5年，后来我逃离象限。为什么？我发现没有出路。我看到我们这个科的主任就是我的未来，无非就这样。对于他来讲很好，那是他的核心价值观。但对不起，不是我，不是我想要的生活，所以我都看到了我的未来，就离开了，不去做。所以 E 象限，我跟只待了5年。我不说 E 象限不好啊，我们的社会需要很多不同行业的 E 象限来维持整个社会的运营发展。但是是不是你的梦想，你要思考。我刚才说了嘛，任何一件事情发生，你要想到跟你的关联性，尤其创富这方面，如果跟你没有关联性，财富跟你没有关联性。但我相信现在啊，在直播前的观众很多呢是在 E 象限，没关系，有方法，一会儿给各位一个逃离的方法。第二象限 S 象限叫 self-employed 自雇者，包括哪些呢？像理发师开理发店，最近的理发师是比较难找。哎呀，头发长了不知道上哪儿剪哈，而且理发器具呢，这个卖的也很好，目前。自雇者，医生开个诊所，律师开个律师楼，也那是有一技之长的人，借由自己的专业来服务一小批受众，也包括中小企业主。很多人以为我是做满足生意的，我是老板，我不是自雇，对不起啊。是不是自雇怎么评估？就这生意能不能离开你？如果不能离开你，你就是自己雇了自己而已，你只不过多赚几个人的工钱而已。所以本质上说，很多人还是在 S 象限。李安老师有一个其中的职业啊，是做顾问、做咨询、做讲师、做培训。那你觉得在哪个象限呢？没错，也是在 S 象限。来了一个公案就有，不来就没有。
做贸易是一样嘛，来一单就有，不来就没有。你理发也是一样，来一个就有，不来就没有。第三个象限 B 象限叫 business owner， 叫生意拥有者，借助股权投资，依据公司章程来享受收获分红，这是 B 象限，做买卖做生意。第四是 I 象限，借助某种投资理财工具来赚钱。那现在我们来区分一下这4个象限有什么不一样。首先是价值观不一样，我们也提到一个术语叫价值观。E 象限的人他是稳定， S 象限的人是专业， B 象限的人是利润， I 象限的人他的价值观是回报。比如说你同样今年比如说赚了1万美金，你要区分一下这1万美金来自哪个象限。辛辛苦苦打工上班也能赚1万美金， S 象限也可以赚到1万美金， B 象限 I 象限都可以赚到1万美金，但同样4个象限的1万美金价值不一样。所以你不要羡慕那些比你有钱的人，你要研究这个钱是来自哪个象限很重要。为什么？我们再来看一下这4个象限有什么区别，有什么不一样。那 E 象限它属于雇员的，你是为别人工作，有的人这样辛辛苦苦为别人工作一辈子。S 象限属于个体经营者，你为自己工作，但离开你就玩不转。而 B 象限呢，它属于企业主，你拥有一个系统来放大你的世界，他不靠某一个人呢，靠团队、靠组织、靠系统赚钱。而 I 象限属于真正的投资商，最后呢是让金钱为你工作。也就是说，左侧这个部分它相当于体统，你每天都要用自己的时间、体力、技能去换钱。而右侧的部分呢，才属于真正的管道，你是用资源系统来建立资产，最后让你拥有自己的生活。体统每天在出租你的生命，管道让你拥有自己的生活。那就显而易见了，各位啊，那你是要做体统的事儿，做管道的事儿？那当然是管道了。你是进入左象限还是进入右象限呢？当然是右象限。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这是在财富自由当中选项当中你的必选题啊，必选题必须要做的一道题，就是你的选择，你选择什么呢？选择什么组合？你选择 E 象限吗？有 E 象限的命运， S 象限 S 象限结果， I 象限 B 象限都有不一样的结果。我们说过，任何一个结果到来之前都取决于你之前所做的定义、假设和结论。还记得6个字吗？回头看一看我们第1堂课啊，心智模式。你有什么心智模式，就有什么样的想法，然后产生行动行为模式，然后才是你的习惯性格决定了你的命运。在财务方面也是一样的，你选择进入哪个象限将决定你的状态。给各位提供一个配方啊，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要真正的实现你人生的财务自由，在第一步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。选什么？你说老师，我现在已经在 I 象限，我怎么选择？我现在已经在 B 象限了，尤其很多人很无奈说，老师，我现在在 E 象限。这4个象限
是流动着的，你有选择的机会。总体规律来讲是从左到右，比如你在 E 象限，你想法进入 S 象限，进入 B 象限，进入 I 象限。当然了，在 E 象限打工上班才几个钱，我怎么能进入 I 象限呢？本金少又承担不了风险，但是有没有方法？我们先确定一个组合，这个组合就是 SBI。获得财务自由最好的方法就是 SBI 组合。S 象限什么？够专业。B 象限什么？拥有一个产生现金流的生意。I 象限是什么？能够找到某种投资理财工具来赚到钱。我分析了全世界10大富豪家族，包括洛克菲勒家族、肯尼迪家族，包括日本的鸠山家族，包括英国皇室，他们钱怎么来的？其中最主要的有2个部分。第一就是股权投资，第二就是不动产投资。你说老师，哎呦，我这掌握秘密了，我赶紧明天买股票啊！现在趁低吸纳，对不起，那不叫股权投资，那属于2级市场。所以你要思考哈，怎么来做？那今天 SBI 这个组合是所有富人他们的基本组合、基本选项是必选题。所以现在我们先知道一个结果，然后怎么样运动，在左边往右边移动，在上边往下面移动。所以你要有 B 象限的生有现金流，那你要考虑如何进入 I 象限。你现在是 E 象限，如果进入 S 象限，然后再往左、往下，是这种发展模式。那今天想一想，我们怎么样实现这种移动，从一个象限移到另外一个象限？而假如今天有个生意，那投资很少又不多，又能具备 B 象限的特点，赚到钱。赚钱之后呢，你有机会将来通过系统的指导进入 I 象限，那你要不要做？你说当然一定要做了。那这是什么样的生意啊？你咨询把你带到课堂的领导人，他们也来介绍。我们只给你一个成为百万富翁、获得财富自由的一个必选的模型，就是 SBI。首先你要够专业。一个人做一件事情专业啊，其中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学习。你学习之后呢，然后才去实践，实践获得经验。我们在有一讲当中讲到了人生有限公司，就是如何经营你的人生有限公司。6大产品当中，我们排在第一位什么？你的能力。能力包括什么？知识、专业和经验。所以为什么你要进入 S 象限呢？你要想做一个生意，首先要成为一个专业的人士，成为这一方面专业的人士。成为这方面专业人士还不用太久。什么老师，我要专业，我现在去到大学读个商科，不需要，你就来到系统学就可以了。像互动学堂是我们系统主办的，是关于个人成长的课程，系统还举办其他些课程，来这里学可以了。这个程是边学边做边赚钱，然后让你更加专业，这个很重要。第二呢，进入 B 象限。那今天我们来选这件事情，看这事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个现金流。如果能带来现金流，就是好的生意。今天比如说你选了一个平台生意，你投资几千美金，你能不能产生很好的现金流？当然能，很多已经做到了。如果你没有做到，没有关系，你来系统来请教那些做到的人，他们怎么做到？然后同样的方法，各位请注模仿
是成功最快的方法。他怎么做，你怎么做就对了，道理是一样的，只不过结合你个人的实际而已。B 象限产线流，然后找到投资理财工具进入 A 象限。讲这里很多传统生意老板，他就想，我还是觉得我传统生意好。你让我传统生意看得见摸得着啊，那个生意多好啊！我工厂我能看到，那机器就在那里，啊，我的资产我的家底儿。你看我有那么多货，各位啊，你能看到，那压的不是你的钱吗？尤其目前那样状况了，很多人苦不堪言呢，等待破产，挺不了多久了。讲这话说，有很多企业已经死掉了。老师，我有那些货卖不掉，那不叫库存吗？尤其现在这个时候啊，很难呢，不容易。我做企业顾问的，现在谁找我的活我都不敢接啊，因为我知道有时候大事不好的时候，你怎么样挣扎都没有用，因为你已经进入了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当中。所以说今天我们有这堂课呢，我们要注重于选择呢，要梳理，不要在下一次你看不见的危机当中，不可预知的、不可未知的未来里边，你再掉进一个结构性的矛盾里边，不能自拔。所以很重要。所以传统企业老板、创业者尤其要思考的问题。有人说老师，传统生意好啊，你看人都归我管，我说什么他们听什么，是归你管，你不得发工资吗？那一天多痛苦啊！尤其现在啊，有时候你不发了，牵扯到官司劳动法，你更麻烦。前两天我一个朋友啊，也是我的客户哈，以前的传统生意客户，开了几十家店呢，现在呢，疫情的关系都关掉了。关掉期间，我说给他们发工资啊，发工资，有时候不发出来闹事儿啊，联合这些客户闹事儿，不容易。我不知道你传统生意怎么做的，因为今天我们在线上有不同国家的人呢，也有不同传统生意的老板，有不同程度的创业者，不同的状态。那当时我个人是在北方做生意，为什么今天我跟你谈的感受，我经历过。那在北方做生意不容易啊，因为传统生意啊，当时也不知道那句话叫投资不过山海关，我就到关里边，当然不知道外面的事儿。当然有梦想吗？想赚钱吗？要做生意吗？那做生意别人经历事你就会经历吗？别人经历什么呢？在东北做生意，我老家吉林长春的3件事逃不掉。第一，陪客人喝酒，所以社交成本非常高，有很多商在酒桌上谈的，但我不行啊，我这人是不胜酒力，这个酒精过敏，喝一瓶啤酒就倒下了。但北方流行喝什么酒？得喝白酒。小爱，这一杯白酒你干了，明天我给你打1万块钱的货款，干不干？一定干。干了之后呢，就脸红脖子粗了。小爱，这第2杯你再干了，明天我给你打2万块钱的货款，干不干？一定干。干了之后就头昏脑胀了。小爱，这第3杯你再干了，明天我给你打3万块钱的货款，干不干？一定干。干了之后就倒下了。员工呢，把我送回家。第2天早上起来，第一件事干嘛？对，打电话催货款。张总你好，我说小爱啊，哪个小爱啊？还醉着呢。我就昨天跟你喝酒那小爱啊。哦，想起来了，什么事儿？我说你不说今天给我打货款吗？他说有这个事儿吗？我说你忘记了昨天咱俩喝酒，你让我喝1杯说打1万，喝3杯打3万，我现在头还痛呢。然后呢说
咱北方人喝酒之后说的话能算数吗？那白喝了。有的时候从中午喝到晚上，一天吐12次。后来我发现这事儿不是人干的，钱赚到了，命怎么样？没了。第二件事逃不掉，陪客人唱卡拉 OK。那卡拉 OK 的发明很好啊，三五知己饮酣高歌，互诉情怀，很美的一件事情。但陪客人唱卡拉 OK 就痛苦了。为什么？你要陪着他，不管他唱什么样，你都要鼓掌。有的人唱的狼哭鬼嚎的，那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卡拉 OK。卡拉 OK 是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一种艺术。第三件事逃不掉，陪客人洗桑拿。哎呀，现在一想起来都有点难为情啊。不认识啊，第一次见面脱光了，蛮尴尬的一件事情，但习惯就好了，脱就脱吧，反正都这样。那桑拿浴很舒服啊，土耳其浴、蒸汽浴、桑拿浴、冷水池、热水池，太舒服了。但陪客人洗桑拿就痛苦了，为什么？他进冷水池，你得跟着进去；他进热水池，你得跟着进去；他进桑拿房，他不出来，你是不能出来的，叫做陪客人洗桑拿。在旁边呢，还要递湿毛巾，还要端茶倒水，还用欣赏的眼光看着他。那每个人脂肪厚度不一样啊，像我这个一进桑拿房，几分钟就被打透了，大汗淋漓。像他那个皮糙肉厚的，半个小时都没有问题。所以有几次我几乎晕倒在里面。后来我发现这事儿不是人干的。有的时候客人来多了，一天晚上陪客人洗3次桑拿，洗的我第二天浑身都痒。所以各位，传统生意容不容易啊？不容易啊！你现在看到的是传统生意的风光，表面的，你没有看到的是他背后做了什么。你看的是活下来的人。我们有一个讲座，有一个节目里面讲幸存者偏差，你看的是活下来的人，你看不见是死掉的人。所以说你回头来学一下那个互动课堂心智模式的课程。为什么你要客观全面的正确了解一件事情，对你很重要，你才能有正确的认知啊，这个认知很重要。做传统生意不容易，但今天你做组织营销、电子商务、社交电商，这个跟传统生意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。你不要需要这些，完全不需要，你不需要那个成本结构，你不需要厂房，不需要设备，不需要开店铺，线上都可以完成。以前大家还依赖见面呢，现在不见面也可以做，而且有人做得更好，不见面也可以，没关系嘛，我们得线上嘛。你看现在很多企业以前就在线下的转到了线上，那你以前已经做线上的，为啥不把线上这一道做明白呢？这个对你很重要哈。所以要选这种新型的创业模式适合你。然后呢，赚到钱一定要进入 I 象限，如果不进入 I 象限，赚多少花多少也不行。好了，这就是 SBS 方式，对我们来很重要哈。那接下来怎么做这生意很重要啊？怎么样让我们从创业者变成创业家，变成企业家？怎样实现我们的财务自由？接下来介绍一个让我们获得超凡自由的新观念。这个观念你掌握了，那各位，财富自由
就离你不远了。好了 ，SBI 是我们选的一种方式，必选题，任何人都不能错过的，必答，要么得分，要么丢分。要想实现你的财务自由，就一定要做 SBI 这个选项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讲一桶金的故事哈。在生活当中啊，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人生一桶金。这里面有个桶，代表我们一桶金；上面有个进水的水龙头，代表我们的收入；下面有个出水的水龙头，代表我们的支出。这条线呢，代表我们财富的水平面。当进水减少，出水增加的时候，财富的水平面会怎么样？对，会下降。那根据财富水平面的高低，我们把人们呢分成4种状态。第一种呢，我们叫生存，每天为衣食住行而奔波，为生存而战。他们担心额外支出，甚至还有负债。那各位是不是想要的呢？当然不是。一是要增加收入，控制支出，进入第2种状态，我们叫做生活。这时候衣食住行无忧了，不担心额外支出了，甚至没有负债了。但是并不理想，所以我们要继续努力，增加收入，控制支出，进入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呢？对，活好。这时候有房子了，虽然不是很大，有车了，虽然不是很好，但毕竟有车有房，一年可以有3万到5万美金的平均收入，过中产阶级生活。但是各位啊，现在全世界啊有3大危机啊。第一个就是中年危机。人到中年容不容易啊？不容易啊。上有年迈的父母需要你照顾和陪伴，下未成年的儿女需要你来养育，所以人到中年不容易啊。中年危机。第2就是中层危机。在一个组织，在一个单位，在一个公司，在一个部门里边，做到了中层领导最不容易的。你至少花15年左右的时间上了一个职位，哇，太好。危机来了，为什么？上不上，下不下，就把你卡到那里。你看，任何一个突发事件到来，或者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，裁员，一个公司裁谁？没错，叫保两头裁中间。最下面有人干活，最上面领导啊，裁谁啊？对，就裁你。中层不容易。第3位叫中产危机。中产阶级是很多人的梦想啊。第一步要成为中产阶级啊，但一进入中产就危机了。为什么？中产阶级你看着很风光啊，他有车有房，但是负债率极高啊。而且中产阶级很危险啊。其实中产阶级距离穷人只差一场疾病而已，得一场病都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那富豪变成中产阶级也是一样的，那穷人得病就破产了。所以这些都不是我们想要的。所以有生活，但是并不理想。虽然很好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但并不是一个稳定状态。所以我们要追求什么？追求更高级的生活方式。很简单，就是自由嘛。人们在追求什么样的自由？我们每个人在追求人生的3大自由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财务自由。什么是财务自由？你想花多少就花多少，想去哪里去哪里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比如你到商店买东西，只看款式，不看价钱。比如你去吃饭，看菜谱，只看左边，不看右边。
但现在很多传统实业老板也赚到了钱，赚钱发现自己非常的忙啊。你看他忙是怎么写的？心都死了就叫做忙。所以，的世界分成4种人。第一种人，既没有钱又没有时间的人，这种叫穷忙。第二种人，有钱但没时间，这种人呢叫瞎忙。有了钱没了生活也没有用。第三人有时间但没钱，这种人非常痛苦，叫穷闲呢。到哪里看个橱窗无奈的走，囊中羞涩呀。所以我们要做第4种人。第4种人是什么呢？就是既有财务自由，又有什么？对，又有时间自由。两个自由加在一起啊，就是睡觉睡到自然醒，数钱数到手抽筋呢。所以现在人们都追求税后收入嘛，不是上税的税啊，睡觉的睡啊，不是税后了，就是晚上也可以赚钱啊，不是睡觉也可以赚钱，就自由的生活嘛，无边界的商机嘛，啊 ，business beyond border， 无商界的商机，无边界的，无边界的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哎呀，有2自由该多好！但如果你为了2个自由花很大的心理压力也不值得。所以还有人生的第3个自由是什么呢？对，心灵自由。什么叫心灵自由？没有上下级关系，不用看老板脸色行事，没有太复杂竞争跟心理压力，心灵自由。所以人生的自由，这3个对你非常重要：财务自由、时间自由跟心灵自由。我们今天讲如何实现财务自由，其实最重要是3个自由整合在一起啊。人生所有的快乐、舒适的状态，都来自于3个自由的同时获得。人们的痛苦跟烦恼来自于只得其一不得其二，所以要同时实现3个自由。但我们一个人做事要有优先顺序啊，所以我们首先要解决哪个自由？对，大家非常现实啊，尤其是此时此刻更加迫切，要解决财务自由。那么怎么样解决财务自由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要提升这个财富的水平面，就会得到你想要的自由。怎么提升啊？增加进口流量，控制出口流量，就是开源节流。但现在这个情况下，赚钱容不容易？当然很多人说不容易。那既然赚钱不容易，人们就把80%的精力放在省钱上，而把20%的精力放在赚钱上。但遗憾的是，钱不是省出来的，钱是赚出来的。那既然想赚钱，那就要了解赚钱的方法。我们对全世界所有赚钱方法进行分析跟研究，发现目前在全世界赚钱主要有2种方法。第一种，我们叫做平地推球。什么叫平地推球？就是你推这球就动，不推就不动。比如你打工上班，打1天工1天的工钱，不做有没有？没有，平地推球。你上1天班1天的薪水，不做有没有？没有，平地推球。你做贸易，来一单就有，不来就没有，平地推球。全世界80%左右的人都是靠平地推球来获得单项收入。那我请问各位，另外80%的财富哪里去了？对，他们跑到另外20%的手里。这20%的人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赚钱。这种赚钱方法我们叫斜坡推球。你看斜坡推球很累啊，很笨呐，很难呐，不容易啊。但为什么他们掌握了全世界80%以上的财富？因为最终他能把球推到这里来。当推到这里来的时候，他的财富就维持在一定的水平。所以我们说斜坡推球给我们带来收入叫做多项收入。什么叫多项收入？
你做就有，不做就没有，那叫单向。一旦做成功了，还有，那就是多层收入，也叫事一酬金，就是斜坡对球。那显而易见的，我当然要斜坡对球生意。你是一辈子赚钱还是赚一辈子钱？那当然是我赚一辈子钱了，我就那么努力辛苦的3、5年，我把财务问题解决掉，那该有多好！不因为钱的事儿着急发愁。当然，我要开始斜坡对球，不做还有。你看目前这样状况，几乎这样一个状况，到了2020年，很多人现金流都已经断了，很多人生意已经不在了，甚至宣布破产。但是依然很多人呢，我以前说过，日进斗金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自己的创富管道，因为他曾经做了斜坡推球的事情。那你现在做斜坡推球也不晚了，所以你要了解斜坡推球的原理是什么。斜坡推球啊，是一个力学原理。我们来看一下哈，白色的部分代表我们付出力 work， 黄色的部分代表我们得到力 pay。你看在一开始的时候啊，你付出很多很多力，只得这么一点点力，这个阶段呢，我们叫做多劳少得期，也叫系统导入期。这个阶段你自己都不理解你自己，别人更不支持你，而且反对你的人都你周围最亲近的人，比如父母、兄弟姐妹、另一半、好朋友。为什么反对你？因为他觉得你不正常。你干嘛这么辛苦呢？你说我要创业，我要做大买卖、大生意，我要赚钱。他顶多给你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，然后问你钱在哪儿呢？你也拿不回来钱来。他不了解我们的生意特点。我们的平台生意、社交电商、组织营销、电子商务这种新型的商业模式，它有个特点，要建立人脉呀，要打造组织啊，要做基础啊，基础做到一定程度才能产生一个倍增，才能有收入。他不理解。但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这种生意模式？因为越往后各位来看，我们付出力越小了，得到力越多了。您看您到这里的时候，您付出力得到力已经相当了，进入多劳多得期，我们叫系统完善期。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进入这个行业，进入这个平台，进入这个系统来选择做生意，甚至到最后这个阶段，你看只需要付出一点点力就可以到这么多力，进入少劳多得期，也叫不劳而获期，我们叫系统复制期。各位啊，等你到了这个阶段，哎呀，就不一样了。你看今天麦当劳着急开店吗？不着急啊。谁着急开店呢？攒了一辈子的加盟金呢。麦当劳平均加盟费是35万美金，那攒多久啊？而且呢，还要等3到5年，有地方更长的时间拿到特许经营权。拿特许经营还去汉堡大学学1年呢，肯德基学8个月。然后你开店头3年要培养商圈，还未必赚钱，不容易。所以今天你想做这个生意，你要看那些见到管道人他们怎么做。他把球推这里来了，他就轻松了。你现在你觉得很辛苦啊，你每天线上跟人家沟通啊，然后跟进，叫别人跟你一起合作做生意，成为你的生意伙伴，你觉得很辛苦，对吗？但各位你知道吗？你现在辛苦的，为了将来你到了上面一定阶段的时候，来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，这个辛苦是你的投入值得了。你现在每天这样忙碌这样辛苦，
但你一旦到了这个阶段，第3阶段叫系统复制期，就很轻松了。你说老师，我平时很好啊，我做就有，不做就没有，没关系啊，我现在有吃有喝就可以了。但各位啊，你平地推球啊，你在我累的时候，你病的时候啊，老的时候啊，不给推推不下怎么办呢？所以趁着你现在健在啊，不是趁你现在有机会啊，你来到这里，或你身边有个贵人，把一个平台生意介绍给你，你开始斜坡推球。等有一天你从这里推到这里来的时候，风光无限期呀、挥手致意期呀，那该多好！有生老师，我懂了，我现在一定要去做对将来有价值的事情。我开始斜坡推球，我要从这儿推到这儿。大木老师，你告诉我，从这儿到这儿需要多久？如果20年就算了。根据我30年为这行业服务的经验啊，我告诉你一个平均值，您从下面推到上面，就是3年到5年的时间就可以了。但要遵循的16个字：简单相信，听话照做，跟随系统，全面复制，你就可以从这里推这里来。我说老师，我一看这个图就累呀。你看这一个人往上坡推多难呢？那不是版面有限吗？阿木老师给你画图画了一个人，其实实际推的时候是一个人吗？不是。你看下面多少人一起推啊？我们叫团队生意啊，组织营销啊。上面多少人拉你啊？这么多人拉你啊！你看你今天你怎么样知道互动学堂的？你怎么样来到这里听课的？不就有人引领你吗？带你来吗？甚至有的人为你付出啊，甚至为你付费啊，让你来这里学习啊，让你来参加最有价值的、有意义的生意啊。那一推一拉不就上去了吗？而此时此刻，艾梦老师不也在拉你吗？不也在拉你上来吗？Kim 慧女士不也在帮你吗？这么多你上面领导人不也在帮你吗？这么在帮你，哎呀，如果自己不成功，就要想想了。所以从这里到这里是一个可期待性的结果。有生老师啊，我现在做传统生意不错，我给你画条曲线呢，叫 Sigma 曲线。这是很多生人呢应该了解一个曲线。我们经过学习、摸索、努力，我们终于上路了。但很多情况下会有跌到 B 点的时候啊，各位啊，等你到达 B 点的时候不容易，尤其是传统生意啊，你等不好的时候再来救，来不及了。等你身体不好的时候再来保健养生，来不及了。不要等到那个时候。我请问各位啊，你身体有没有病不舒服的时候？很多人都有啊。你那时候再想救来不及了。所以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对，要找到你的 A 点，这就是你的 A 点。然后呢，画人生的第2曲线，这个对你更加重要。所以这张图你参懂了，你学到了，你悟明白了，你去做了，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财务自由。而唯有画出第2曲线来，你才有可能进入这个图所指示的最理想的目的地。所以一定要给人生画出一条第2曲线。我请问各位，你现在有高血压吗？没有。有糖尿病吗？没有。有癌症吗？没有。不用急，慢慢都会有。总会有一天，总会有一些人突然感觉到自己身体不舒服，有没有？对呀。然后怎么样？你就去医院嘛。
那医院给你做了一大堆检查啊，那时候你忐忑不安呐，甚至心惊肉跳啊，等待那个结果。来到医生那里，看你一汇总，给你所有结果分析，开始给你写了判决书啊、诊断证书啊，然后告诉你你得了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脏病，甚至癌症。请问各位，那个癌症是那一天得的吗？不是，你已经为这个证书奋斗了10几年了。所以任何一个疾病的到来，都是因为8个字：饮食习惯、生活方式。常年累积的结果由量变发生了质变。我请问各位，去过医院的举手。我想很多人去过医院，对吗？甚至都去过。请你告诉我，医院有几道门？医院有3道门。第一道门进门诊部，第二道门进住院部，第3道门进太平间。那各位，你想不想一次走完呢？但是有没有人一次走完呢？很多人一次走完，对不对？你有问题有毛病，说先进门诊部，到了门诊部给你做检查，检查结果出来之后，医生告诉你，哎，你这病小毛病，没什么问题，回家吃一点药，调整一下饮食，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就好了，是不是很庆幸？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虚惊一场。第二道门没进去，但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检查之后告诉你，医生脸色比你还难看呢。你需要住院了，你长个洞需要手术啊，这不错呢。如果医生跟你说家属来了吗？哇！或者跟你说你还有什么事情想做的吗？或者跟你说想吃什么就买点什么吃吧。哇，更完了，回家了，直接等死了。第二道门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好了，第二道门进去了，然后很多人直来直去怎么样？对，第3道门打开了。所以各位啊，医生的神圣的职责或者使命或者任务是什么？4个字：救死扶伤。医生的任务是阻止你从门诊部到太平间这个过程。而今天各位，今天我们在线上很多人是做金融产业的，做平台生意的。那今天你的意义在哪里？你的任务在哪里？你是阻止别人到门诊部的过程。所以各位，你更伟大呀！尤其2020年呢，全世界对医务人员都是心存感激啊，他冒着生命危险奋斗第一线，所以非常的感恩呐，他们很了不起。但你知道吗？从更长久的未来着眼来看，你也很了不起。你今天做的事情是阻止别人从自己的生活领域、生活方式里边到达门诊部的过程，这需要大量的人来做这个工作。首先你自己要做呀，然后不要踏到那道门去，然后让你家人也做同样的事情，过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，然后带你周围的朋友来做这样的事情，先帮到你自己，帮到家人，帮到国人，最后才能帮到天下的人。这不就画第二曲线吗？给你自己的人生画出一条第二曲线，这对你来讲非常重要。讲这里，请问各位啊，你这几个月过得好吗？就说各位年都没过好。M 老师啊，过完年之后啊，有点生不如死的感觉，有时候孤独寂寞，想做事不能做，更痛苦。你说老师，我现在带出病来了。你说老师，我现在钱没了。
你看老师，我对未来一片迷茫，不知道干什么好。我也经常问朋友，我说你这几个月过得怎么样？过得好吗？大多都不好。我听到所有都是负性的、负性的、负性的都不好。甚至我有一个朋友啊，每天定时给我发哇各地的确诊人数，还有死亡人数，都是负性。每天听到这些东西，我知道现在很多人状态不好，但各位你知道吗？今天你现在的状态不是疫情导致的，不是病毒导致的，不是现在此时此刻让你产生目前状态，是之前就已经决定了的。你现在的状态是过去做的事情决定你现在状态，只不过突发事件显现出来而已。你想想是不是？那同样道理啊，你在接下来的3、5月，或者是已经发生的事情，这段时间你做了什么，就将决定你的未来。宅在家里跟宅经济那是不一样的。宅在家里是消极等待，宅经济是积极进取。所以这几个月你思考一下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你有没有积极向上的心？有没有抓紧未来？有没有每天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？所以你现在做的事情将决定你未来，你现在状态是过去决定的，就这么简单。那讲这里，我觉得啊，在疫情期间，很多人有3大后悔。后悔啊，第一个后悔什么呢？没有投资健康。第二后悔是什么？没有自由职业。第3个后悔是什么？没有建立管道啊。你看是不是3个后悔？看你后悔事太多了，拿出3个最主要的。第一个后悔，没有投资健康；第二，没有自由职业；第3，没有建立管道。所以之前没有做这样的事情，自然导致现在的结果。如果在2020年之前，一直在过去长久的3年、5年甚至10年、8年，如果一直经营自己的健康，一直投资自己的健康，如果在3、5年、10年、8年之前，你选择一个自由职业，给你认真的去做呢？如果在3、5年前、10年、8年之前，那时候你意识到赚钱的能力比赚钱的本身更为重要，如果你去一如既往做一件事情，现在会怎么样？所以各位啊，当然了，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药。所以我们在互动形象当中有一节课当中，我提到一点：改变不可改变的过去。现在我们倒推一下，复一下盘。如果10年前啊，指定一个时间，2009年9月9号，如果有一个智者有人跟你讲，10年之后将有一场危机，会改变人的生活方式，改变人们的财务状况，甚至改变人与之间的关系。10年之后，将有一只硕大无比的黑天鹅出现，将阴云密布。如果那个时候你会做什么？想一想，如果智者告诉你会做什么，你这10年会怎么过？然后他告诉你，从2009 9月9号那天开始，你接下来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每一天做的事情，将决定10年之后这场危机到来的时候，你能不能逃过这一劫？你能不能成为幸存者？你能不能拥有劫后的余生？甚至你会过得更好？那你将怎样珍惜过去的10年呢？
那有什么老师已经过去了，是过去了，但如何改变不可改变的过去啊？如果站在未来的某一点上，现在不就是未来的过去吗？改变了现在，不就改变未来的过去吗？所以为了将来站在某一点上不再后悔，不再难过，不再悲伤，不再抱怨，不再不满意的现状，从现在开始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。那显而易见，为了不后悔，投资健康，经营自己的自由职业，同时建立管道嘛。那怎么样真正的获得我们想要的财富自由啊？记住4点啊。第一啊，正确选择平台。尤其这个时候，鱼目混杂呀，太多的信息了，有些碎片化的信息，太多的浮夸了。这个时候一定要正确选择。如果你已经选择了，恭喜你啊，好好的珍惜啊。所以第一要正确选择平台，第二要全面介入系统，不能再靠个人了，要靠系统的力量。什么靠系统力量？你来这里改变了，你来学习了，下一次你要带更多人来呀。借助互动学堂，借助安曼老师，借助田美惠女士的爱心呢，她要帮到这么多人，借助上面的领导人呢，感恩他们，他们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，这么好的系统。你要借助系统的力量帮到你。为什么今天很多人给别人介绍机会，别人不接受你？不是你的机会不好，是不接受你这个人呢。所以你一定要区分开，你这个人跟平台跟系统是两码事的。你是个传递者，博智人是跟你合作，透过你跟平台跟系统合作，让别人有正确的认知。那你怎么学到这些方法呢？一定要介入系统。还有啊，今天已经是我们的第7堂课了，前6堂课有听吗？听过的有再听吗？你有真正听懂了吗？有做到了吗？所以要听得懂，做得对，还要教得会啊。你每天有真正的实践了吗？你有自信的领导人了吗？你有每天真正的行动了吗？这很重要。所以第3就是要建立创富管道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让我们意识到管道重要。钱一花就没了，有时候现在就捂住口袋，哇，现在没有安全感，不知道未来怎么样。前两天还有个日本朋友问我，安老师，将来全世界会怎么样？哇，人们很恐慌，很焦虑啊，恐惧啊，捂住口袋啊，因为以前没有大量现金流。那你现在可以做点事情啊，建立创富管道，这个对你很重要啊。管道比金钱的本身更为重要。第4，要实现3大自由，不是一个自由。有时候钱我有了，有财务自由了，你还有时间自由啊。你天天忙着去赚钱，没有时间自由，不是完整的人生。你有财务自由跟时间自由，没有心灵自由也不行啊。所以真正的实现财务自由，这4件事你要做啊。正确选择平台，全面介入系统，建立创富管道，实现3大自由。股神巴菲特啊，还有4个多月啊，就要到90岁了。他一生当中啊，见证了4次美股熔断。当然，各位啊，你也曾在前段时间仅仅在8天之内啊，
就见证了3次。而这一次熔断之后啊，各位，我们不谈今天吧，就是12天之前，4月10号，他的公司伯克希尔在股票当中已经损失了465亿美金了。那各位，而就在同一时间呢，在2020年3月份的美股报道当中，对冲基金就是 PIC 创始人比尔·阿克曼成功利用了恐慌，顺应市场的方向，用2700万美元赚了26亿美金。所以各位啊，任何时候，这很重要。讲这里使我想到一句话：赚钱的本质啊是认知变现，赔钱的本质是认知缺陷。一个人的赚钱能力啊，和他对世界的认知成正比。这正如古罗马诗人赫拉斯所说：“危险无处不在，凡人防不胜防。”下一次，让我们再见。